嗨，大家好，我是冒险猪。这次来到清莱旅游，冒险猪参加了清莱当地的旅行社，在1天之内走访了清莱经典代表景点白庙、蓝庙、黑庙，还有去参观神秘又过着跟我们非常不同生活方式的长颈族村落。另外还到了辽国、缅甸与泰北边境交接的金三角，参观以前种满鸦片，但现在却种满了各式各样茶种的翠峰茶园。还有到鸦片博物馆了解金三角这一片土地过去的历史哦。最后我们的最后一站还去了以前兰纳王国的首都清盛古城，那就准备出发。第一站是白庙，这位就是我们的导游，他人超级好的，每一个景点该看的细节都会很认真跟我们解释，包括这个机器人导游说是后来才放的，大概是象征科技未来吧。旁边这棵树就蛮恐怖的，我们还没进去白庙呢。进去白庙的主建筑这一区是需要付100块钱泰铢的，白庙以外的建筑就免费参观。白庙是一间很年轻的庙，今年呢进入了29岁，是由泰国的首席设计师许龙才设计建造的。导游说泰国的每一间庙都是面对着东边的方向，东边是太阳升起的位置，象征着正向力量与重生的意思。白庙的前面就是地狱之池，在进入到白庙的里面之前，会看到地狱之池里面正在受苦受难的众生，就是提醒我们平常绝对不要做坏事。经过了地狱之后呢，就是前往天堂之路，就在正前方的主庙也象征着天堂的意思。主庙里面是不可以摄影与拍照的，但是我个人是觉得白庙的建筑外观比起内部更有特色，因此冒险猪对白庙的内部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除了佛像之外，只记得墙壁上的壁画有着皮卡丘。白庙虽然是一间寺庙，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件伟大的艺术品。如果近看白庙的建筑外观细节，真的是会很赞叹这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这些雕刻的部分应该不是用模具制造的吧？但是怎么能够将这么复杂的细节做得如此对称跟完美，真的是太佩服了。那上完厕所准备去蓝庙咯。蓝庙是清莱白庙、蓝庙、黑庙3庙里面唯一真正的寺庙，所以蓝庙是有僧侣在里面的哦。在进去蓝庙之前，导游告诉我们泰国生日佛的信仰由来，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有不同的佛作为代表，每个佛的个性也都不太一样。冒险猪是星期一出生的，代表的佛是平定佛，喜好四处游历体验世间，我觉得还蛮准的耶。我们可以在这边拿属于自己出生那一天的蜡烛，点祈愿蜡烛放水流之后，这样就可以获得幸运。虽然跟白庙的风格不太一样，但是蓝庙的设计一样是由白庙设计师的徒弟来设计的。庙正面有2条非常有气势的纳迦，导游说纳迦是水中的巨蛇，也是泰国佛教信仰中很神圣的代表。蓝庙的内部也全部是呈现蓝色的设计，从墙壁到天花板有着蓝色调的精美佛像壁画。来蓝庙的人里面，除了有跟冒险猪一样的观光客之外，其实也有不少是泰国当地的佛教信徒，所以庙的里面一直都有着诵经的声音。墙壁上的壁画就是诉说着释迦牟尼佛从还是人的时候，经历过各种的修行与历练之后，最终成佛的过程故事。沿着蓝庙慢慢往后走，会发现蓝庙的后方也有许多神像跟神兽的雕像。蓝庙的正后方呢是一座佛塔，据说佛塔的下面就埋着泰国僧王苏瓦塔纳摩诃的遗骸。蓝庙的设计者的师傅虽然是白庙的创作者，但是雕像的风格却非常非常的不同。这里的雕像有一种既神圣又有点神秘可怕的感觉。意外发现蓝庙里面的商店有很多一般超市没卖的东西，这里有卖缅甸女生脸上涂的檀纳卡。檀纳卡除了可以涂在脸上当装饰外，它同时也是一种美容保养品哦，据说对皮肤很好，又可以防晒。跟团的好处就是很有效率，我们早上8点出发，现在还不到中午，已经到了第3个景点黑庙来参观。这里的这个彩虹，你这样彩虹，你过来一点。哎，有彩虹了，还有彩虹。
我自己是觉得到了清莱当地，真的还是跟团会方便很多。毕竟这里不像日本一样交通很方便，只要事先做好功课，自助旅行也可以玩得很开心。再来就是在清莱跟团这样一天的行程是1200多块台币，还有含午餐 ，CP 值很高。觉得偶尔整个人放空，不用带大脑，只要跟着导游一边玩一边走，这样的感觉也很好。虽然我们一般都称呼这里是黑庙，但它其实是一间私人艺术博物馆。因为建筑物的外形很像庙，整个博物馆的风格以黑色为主，因此呢被称为黑庙。黑庙的创作者是塔万杜查尼。塔万杜查尼是一位很厉害的艺术家，他在泰国从艺术学校毕业之后，获得了荷兰的奖学金，到阿姆斯特丹国家美术学院学习，只用5年的时间就获得了硕士与博士的学位。他的艺术创作品是受到国际间艺术家们的认可的。这里除了摆放塔万杜查尼生前的画作之外，也放了许多艺术品与动物标本等。作品的本身大胆、狂野、充满张力之外，又带着阴暗与血腥，所以蛮多人觉得这里的创作品质比较黑暗一点。黑庙的范围其实很大，除了主建物之外，室外的部分还有许多地方可以逛。这里的树木与植物也是艺术创作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很喜欢黑暗风格的博物馆内部的话，那就多花一点时间，可以在室外的部分走走逛逛。这里的空气很好，走在这里的感觉就有点像走在梦幻丛林里面。然后走着走着，前方突然出现可爱的小牛，原来是黑庙这里呢也有一区养着几只可爱的小牛。不过导游有说是不可以摸这些牛跟喂牛吃东西，只是蛮多观光客还是不太受控就是了。然后户外区还有一栋摆满了各式各样艺术品与雕刻品的建筑物，但是这些艺术品呢就只能远观。虽然建筑物本身还是泰北地区的兰纳式建筑外形，但是从这里收藏的艺术品还有建筑的一些元素细节看起来，感觉整体都是带有原始部落的风格。总之这边还蛮特别的，在商店可以买到印有塔万杜查尼作品的商品。我觉得应该这一类风格的图案是某一些人会喜欢的，不过毕竟是印着艺术家的作品，所以这里的商品价格都不是太便宜哦。小菠萝好吃。我不喜欢吃水果。哦，好吧。还什么？还是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个，是泰国清莱有名的水果叫，我也不知道，小菠萝啦。小菠萝。它就长这样子。那现在一定要吃。很甜对不对？对。之前咬过，你是不是应该买个新的？我没有咬过啊。然后这一包呢多少钱？你猜看，才20块台币，好便宜啊！是不是？其实里面有大概4、5个吧，4、5个一整个的。所以来清莱一定要记得吃这个哦。结果后来一整天，我们处处充满了小菠萝，导游也特地去买了小菠萝，还削给我们吃。中午吃饭时的水果也有小菠萝。And just put inside. Ding ding. 枪吧，枪吧。We put inside about 10 centimeter inside, 10 centimeter to side, and hold like this, not like this, now hold like this. Turn back a little and put two. Someone would like to do? Here. Okay. Turn back a little and shoot him. Turn back. Okay. Yes, it's one. To anywhere? Yes. Oh, to wait, only one. Slowly. Yes, just one shot. Turn back a hot one. 1, 2, 3. Yes. 接下来就是吃饭的时间啦。我们去的餐厅应该是观光旅游团专门会去的地方。吃饭的餐桌后面还有一个不小的池塘，也算是有 view 的餐厅。餐厅内提供的是自己可以任意拿取菜色的自助餐，大概有7到8道菜色可以自由的选取。虽然称不上非常的美味，但是味道也是还不错。而且呢，要吃多少随便你。这一餐是不用自己再另外付费的，所以我觉得中午能够吃到这样的一餐也是非常的满意。下午的第一站就是到长颈族居住的村落来参观。长颈族的女性戴着颈环，让脖子的长度会超过一般人的1.5到2倍，是这个民族特殊的文化。先跟大家预告，接下来会有长颈族女性的照片，如果不喜欢这一类题材的人，可以赶快先跳过这个部分哦。Not to be prominent, not to be highlight.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照片的方式来了解长颈族这一族独有的文化与历史。长颈族的正式名称叫做巴东族。导游说，长颈族的起源来自于中国的南方，经过了长时间慢慢的往南移动，在辽国、缅甸与泰北这里过着定期迁徙的生活。虽然巴东族并没有饲养牛或者是羊，但是他们的生活形态其实也有点类似像游牧民族，就是找到一片山林与肥沃土地之后，在那里种植作物，并且利用山里面的资源来搭建房屋。等到土地变贫瘠了，房子变老旧了，再迁徙到另一个新的地方来居住。平均是每7年一个循环，也因此巴东族没有特定的国籍，小孩也没有接受教育。目前住在这里的巴东族已经第10年了。虽然他们没有泰国的国籍，但是泰国政府会要求他们让小朋友受教育，他们也能够自由的在这边进出生活着。他们生活的主要方式呢，还是以自给自足为主，在这里呢种植作物，还有贩售饰品给观光客。生活条件当然也不是很好。巴东族的景环发展呢，分为3个阶段。一开始呢，是因为在山里面生活的时候，这些景环与膝盖上的环是为了防止野兽的攻击。第2个阶段是富有的象征。到后来第3个阶段的时候呢，成为女性的装饰。巴东族女性从小就开始戴颈环，随着年纪会慢慢增加颈环的长度，也因此她们的肩膀骨骼逐渐往下沉，脖子的骨骼结构呢也变得跟一般人不太一样。但是巴东族的女性还是很健康的，他们说活到80-90岁的女性也不少呢。是不是觉得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方式很多元呢？探索不一样的世界也是旅游乐趣的一部分呢。翠峰茶园也是清莱的必来景点之一。翠峰茶园以前都种满了鸦片，但是在泰国政府的董山计划之下呢，改种了茶叶。翠峰茶园还成为了清莱面积最大的茶园。来这里就可以免费试喝几种畅销茶，是还不错喝，可是怎么感觉跟在台湾喝到的茶很像呢？没有错，其实这里的茶叶种植技术是来自台湾的哦。之前董山计划的时候，台湾有提供技术协助这里的居民来种植茶叶。这里还有咖啡厅，但是因为我们是跟团的关系，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茶园里面走走，还有喝杯咖啡再离开。如果是开车自己来的话，就可以直接走到茶园里面慢慢的散步。我们来到了鸦片博物馆与金三角，这幅画呢就是以前的金三角，距今才100年前而已。这里全部都种满了鸦片。鸦片博物馆做的很棒的一点就是它全部都有中文的解释，看起来就方便多了，而且做了很多的模型展示，很容易了解鸦片的样子与种植的方式。当然种鸦片、贩售鸦片很不好，我们的导游说他其实就是少数民族，他阿公我妈以前呢也有种鸦片，这是很不好的事情。但是少数民族的生活很贫困，泰北真的相较于泰国的南部起来，生活很穷困，又有毒枭的控制，真的还是要有政府的介入与协助才能有改变。等一下我们就会去看看现在的金三角长什么样子哦。鸦片博物馆外面沿着马路走到金三角的路上有许多商店，这附近呢有一些民宿哦，如果想住在这里也是没有问题。这一摊的椰子冰淇淋在金三角展望台的附近，如果大家到这边来的话，一定要买。这个摊位看起来虽然不是很明显，但是超级好吃的，才20泰铢，满满的一整碗，比我在曼谷的汪郎市场买到的椰子冰淇淋要好吃1倍以上。蓝色的部分呢是蝶豆花。大概走路约3分钟就看到了金三角的标示牌，这一条就是湄公河，对面是辽国。河上的船只非常的繁忙着，沿着湄公河再继续走就可以到达中国。所以这一带的贸易除了非常的繁荣之外呢，犯罪跟走私也很多。导游说很多通缉犯都是透过这里跑到了缅甸或者是辽国。在金三角的最后一个活动呢，就是放天灯。放这个天灯很有趣的是，我们就是在金三角的这个位置让天灯飞起来，最后呢可以看看天灯飞去辽国还是缅甸。左边呢整片山林，什么建设都没有的就是缅甸，右边呢是辽国。辽国因为有中国的介入，成为了金三角经济特区，盖了赌场跟高楼大厦，也有不少的风俗场所。不过看网络上的分享是说，这里是拒绝让台湾人进入的。
不过呢，安全上的考量，那里是不受到寮国政府管束的区域，我覺得還是留在泰國這邊觀光就好。有天燈嚟㗎，只係佢係有我在錄用比較穩。 And drop down like this for stop the smoking inside. Okay, you can hold. Everyone can hold right here. One, two, three. Let's go. Let's go. Let them go. Up. This one waiting. More. This one go up lah. This more waiting. Yes. Go to Myanmar. We go to Myanmar. Go. Let's go. Yes. So November full moon. 接下来的这个地点是没有包括在行程里面的，应该是我们的导游自己加码带我们去的。在很久很久的以前呢，兰纳王国的首都在清盛，在这里建立了城堡。城堡曾经非常的富庶与强盛，后来首都移到清迈之后呢，清盛就没落了。这里就是清盛古城，城内比较完整的遗址是大塔寺，是兰纳风格的八角形的佛塔。其实这个公园里面还有散落着各式各样的佛塔遗迹，这个遗迹其实很漂亮。导游说，因为没有人维护的关系，就慢慢的荒废了。大塔寺旁边的佛殿是重新盖的，以前留下的正门呢，就是在佛殿的旁边。寺庙内有僧侣，我们在这里跟佛祖参拜完之后呢，就告别了一天的充实行程了。接下来要开箱泰国的肯德基给大家看哦。这里的肯德基价格是比台湾的价格便宜蛮多的。我们4个人点了一份299的炸鸡套餐一起吃，那个蛋挞是另外点的。那味道到底如何呢？就让外景的主播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呢，我们现在在哪里呢？我们在泰国清莱到清迈中间的休息站吧。那我泰国朋友说，泰国的 KFC 是全世界最好吃的炸鸡，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开箱这个，好不好？我要吃了吗？你刚刚其实已经先吃了一块就够了，好吃吗？你已经没有话可以说了。不是，其实我在台湾不怎么吃 KFC 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哦，我喜欢吃这小块的。小块很好吃，我刚才吃过。对，觉得这个很好吃。哎，很好吃哎，其实真的很好吃。好吃哦。很好吃。认真的，我不知道你在不在录，有没有在录，但是真的很好吃。有我在录。所以来泰国一定要试试看 KFC。我可以跟大家保证，这位外景主播呢跟 KFC 没有任何的关系，是真心的推荐。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次见，拜拜。